来到了这边就是科尼亚了。现在就在它的这个最主要的大广场这边，看一下这边有这么大的清真寺，还有在它旁边的这个呢，这个就是旋转舞之父的清真寺。这两个是整个科尼亚最重要的清真寺。我们今天主要会带大家去参观几个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清真寺，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，还有参观一些这边当地的博物馆。那像我们住的就是在这里，地点非常好，白色的这种奥图曼的这种建筑，我们就住在这边，住在2楼。第一间呢，它是苏丹的清真寺，1570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立到现在了。原来它是苏丹啊，难怪那么大的一间清真寺。这间清真寺真的是非常壮观，看一下它光前面的这个吊灯就超级大的了，这个吊灯就刚好是它的这个圆顶的大小，圆顶有多大，吊灯就有多大。门外有这个很特别的设计，它放了这个2块大帆布在外面，这样就可以把冷空气阻隔在外面，里面算是整个空间还蛮温暖的。看起来旋转舞之父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比苏丹还要大。看一下这一间，它这个清真寺根本就是一间皇宫了，那么大，而且它还有围墙把它围起来，超大的一间。那现在这间它已经作为博物馆来使用了。这边就是梅拉夫纳博物馆，旋转舞之父的清真寺。早期是清真寺，现在是作为博物馆使用。在整个博物馆的周边有这一排这个小圆顶的，像是堡垒一样，当做它的城墙。与其说是梅夫拉纳的博物馆，我倒还是比较觉得它根本就是这个旋转舞之父的灵柩。里面就是有放着他的棺木，然后有一些他生前的时候使用过的一些法器啊，他的衣服、帽子。旋转舞呢，它其实并不是一种舞蹈，它是在回教里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祈福宗教的仪式。不是拿来娱乐使用的，而是比较神圣的一种舞蹈，跳给神明看的那一种。这个就是旋转舞之父梅夫拉纳。现在来到这边是科尼亚的考古博物馆，这边有很多有趣的一些考古文物，会不会就是有一些从昨天的那个考古遗址那边搬出来的呢？有很多这种石狮像，感觉这边的文化应该是跟埃及有点雷同。这个雕像非常的平滑，都被大家摸到非常的光滑，你看都是有光泽的了。看起来是一些石棺，感觉应该是从神圣罗马帝国那时候留下来的。哇，这边有一个超大的一个马赛克的瓷砖，保存得非常好。在土耳其这边，陶器是非常频繁看到的。相传早期的土耳其男人如果不会做陶器，他是娶不到老婆的，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基本生存的一个要件。有没有跟我们上一支影片的有一些相关联呢？感觉很像是从那边拿过来的。你看这个棚子跟昨天的那个棚子是一样的。就在考古博物馆的隔壁，这边有一间看起来蛮特别的一间清真寺萨希埃塔。光是这个外观的门面就有非常多这种精细的雕刻，
而且它非常的讲究，每一个边角都有这个小小的小清真寺，这个大门里面又有藏2个小门清真寺，非常精细的雕工。不过这间清真寺它就不是圆顶的了，跟我们在安卡拉看到的是这种方形的清真寺。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我看一下它的外观是非常的壮丽，那个雕刻是非常的漂亮。不过里面除了那个蓝色的主殿以外，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绕过来后面才发现，这边应该才是它的主殿的区域，圆顶的下方。哇，这里就不一样了。对嘛，我就说为什么它的外观那么的特别，里面却这么朴实无华呢？原来它要走到后面才可以看得到的。后面这边就保留了完整的一些东西。哇，这边全部是这种蓝色的这个石棺，这里全部是考古出来萨希埃塔他们家族的一些棺木，从大到小都有。旁边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景点，不过它这边是已经永久关闭的景点了。它是一间穆斯林的学校，这边是蛮多这种跟刚刚一样是有那种蓝色的瓷砖的，看起来是还蛮漂亮的。可惜现在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去参观。继续往前走，就来到了这一片很大的一个公园的广场，大家会来这边休息啊，晒晒太阳。大广场附近它也有几间清真寺啊，还是博物馆可以让我们参观的。这间是阿拉丁清真寺，在西元1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建造到现在了。里面的这些圆柱全部都是采用古罗马的技术。看到这个主殿这边，哇，连主殿这边全部都是大理石的工法，用大理石下去做雕刻的。我发现在科尼亚这边看到的清真寺好像都是蓝色为主的元素，这些圆柱全部也都是大理石的，非常的典雅。整个这个清真寺这一间也都是大理石下去建造的。这边有一座是乌丹2世的陵墓，这种国王的清真寺非常的大，连国王的陵墓都在里面。阿拉丁清真寺。那我们现在再去科尼亚最后一个景点，就在它的正前方那边，这边是一间瓷砖博物馆。我看一下评论，这边蛮漂亮的，那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由清真寺下去做改建的一个博物馆。这间瓷器博物馆的门面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它全部是这种 Tiffany 蓝的这种元素。这间博物馆里面主要就是介绍他们以前的这个清真寺，这个是从它上面掉落下来的，没有办法再把它粘补回去，就把它存放在这边。每一片瓷砖都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造型。感觉以前的土耳其人怎么画的像是蒙古人的那种感觉。在科尼亚这边的每一间大型的清真寺啊、博物馆都是有这个棺木，今天看的每一个都有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清真寺啊、博物馆，几乎都是以蓝色为主的元素。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前方的这个大广场这边，这里有一个雕像，但是它看不出来它是有什么人形啊，还是伟人之类的。大家应该也有发现了，我们这几天拍下来，土耳其这边是找不到雕像的，那也很少有看到有那种纪念的照片，像是国王的照片啊，还是神明神像的照片都没有。因为在回教的国家呢，他们是杜绝崇拜伟人的，他们只能相信阿拉，所以他们是不允许有这些东西存在的。科尼亚宗教文化之旅就在这边做一个结尾咯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